数据我又整理了一遍，发给您了，徐老师。看到了，谢谢你，英子。嗨，哪儿的话呀，不是应该的吗？哎，徐老师，您喜欢吃豆腐干吗？听说是这儿的土特产，要不我给您捎点回去？真的不用了，谢谢。我知道那边自然风景不错，适合休闲度假。等我们忙完这个案子，我请你们过去，找个民宿放松的玩几天。好呀，徐老师，那一言为定。来，咖啡，来。哎，你好，徐老师，这边我熟，你喜欢民宿的话，给你推荐几家。徐老师，这陈律师跟我一起来办案子的。你好。你干嘛呀？随便聊几句。我工作呢。没看着你还工作。那徐老师，您先看啊，看完了那个咱们晚点联系啊。哎，挂了，拜拜。能过去了吗？为什么呀？嫌你挤，过去。哎。哎，你看这天儿真好，蓝天白云的。这要是不工作就好，我这出来旅游就更好，是吧？怎么了？这半天了，一句话不带说的。我就是一闭嘴司机，我没资格说话。哎呦，得了吧，大哥，我这刚才忙工作呢，现在工作忙完了，闭嘴解除。忙工作，忙工作还聊农家乐，还聊土特产。那能干聊吗？到了外地了，不给人带点东西啊？再者说了，我们俩怎么聊碍着您什么事儿了？我们俩不，怎么了？我和徐老师？你跟徐老师，你俩。前面再看一会儿，有一民宿挺好的，咱俩进去看看呗。什么东西？民宿。干嘛去？进去看民宿啊。看民宿？对。嗨，我以为你说看民宿呢，原来是看民宿啊。你没事吧？咱俩一块看民宿，你想什么呢？谁跟你咱俩呀？有完没完呀你？够烦，不聊了，累了。哎，这个是小磊的大伯跟小叔给我的股权转让协议。这么多，他们现在跟小磊股份持平，很清楚，他们知道小磊只有得到我这一票才能赢，索性就豁出去了。可是这些钱对郝磊来说太吃力了。他大伯小叔在矿上闹，故意拖欠工资不给，郝磊是拿自己的钱补贴的。姐，就算你不转让股权，你把这票投给郝磊，等他当上董事长，新城肯定会越来越好，你的分红也会越来越多呀。妹妹呀，这是我一家老小后半辈子的幸福都绑在这单生意上了，我不能赌。你就听我的没错，回去跟郝磊好好商量一下，只要他肯点头，我给他时间筹钱。好，妈，律师和我说了，开庭日期定了，到时候我会跟所里钱夹回去的。爸不同意，为什么？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行吧。妈，爸的事儿呢，律师早就给我们打过预防针了，你别怕啊。等庭审结束，爸的事儿安定下来，我就回去。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好。
夏叔在这边呢。你们回来了，怎么样？这一个个的都怎么了？下流之后，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啊？明明有一个人受到过严重的伤害，甚至他这一生都被改变了，但是没有人为此负责，所有人都觉得是无足轻重的，反倒是那个想要讨回公道的人，变成是矫情。到底是哪儿出毛病了？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大惊小怪。这话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啊。人到这个世界上都是要受到伤害的，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逼着自己坚强。我不同意。我们自己坚强不等同于要纵容恶。如果恶得不到惩罚，那纵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嚣张。就好比那个方老师，如果当年他的行为得到了惩罚，那他很有可能就当不了老师。就算他能当老师，他现在也不敢这样对待他的学生。小恶不受到惩罚就会长成大恶，那再坚强的人对这个世界也会失去信心的。就像秋华姐这样。别说我早就没有信心了。还是说这个案子，我还是建议终止跟他们的代理协议。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但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怎么办？哎，别玩消消乐了。这当了2天的跟屁虫了，你也发表你的意见和见解呗。你不刚说了吗？我就一跟屁虫，我的意见见解能有用吗？你现在最应该的就是给这个徐老师打个电话，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帮你解答。咱们这讨论案子呢，跟徐老师有什么关系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意思，但我就是想说，这刑法562条即将颁布的民法典有1260条，这你们的思路怎么就偏得在霸凌啊、伤害啊这里面转悠呢？那其他的思路都没有了，这题无解啊！诽谤！他们当年在贴吧上贴的“好女语录大全”里面充斥着污蔑不实之词，直接导致肖楠楠不得不退学。后来他上了大学以后，他们又把这个大全发到了网站上，浏览量几千次，绝对能够得上情节严重了吧？对啊，哎，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伤害过肖楠楠的人都抓进去，但是我们可以抓那个为首的，就抓刘建明。这语录就是他整理发布的。哎，你可没见着那人，长得特猥琐，特烦的，是吧，陈叔？对，罗英子说的永远都是对的。不是你羊角风了还是怎么着？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哎，就是这跟屁虫陪了2天，有点累了，回去休息。拜拜吧，秋绿啊，拜拜，小绿，拜拜。干什么呀？什么意思？闹别扭，你俩闹别扭了。你还给他传话，夏叔你也是，这悄悄话我都能听见。我有什么闲工夫跟他闹别扭？你确实有点不分好赖人，你看你对人家态度。他好人，哎，他好人，你不知道这2天我跟他在一块儿，哎，我在前面跟人呛，他在后面躲着，他好。好，你将来别后悔就行啊。为什么要后悔啊？这帮人说的这太难听了。看什么呢？肖楠楠这个校园网络贴吧，这帮人太过分了吧？就因为女孩一张照片，骂这么难听啊！什么土豪女，真恶心！离开我们学校，滚出我们学校！简直无法无天，这帮人。这就是一群网络暴民，说什么也不用负责任。这凤儿啊，
我查一下这个贴吧吧主的最后留言什么时候？最后一次，2013年3月1号。13年。对。现在还能不能注册啊？能啊，随时可以注册。起诉，没这个必要吧？因为他们呢，任何一个人都不想为他们曾经对您的行为进行道歉。那我们的建议就是，以诽谤罪对当年的为首者提起刑事自诉。一旦涉及到刑法犯罪的范畴，我们想一定会震慑到其他人。那如果胜诉了会怎么样？我来给您说明一下刑法的第246条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情节严重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那这个帖子的浏览量呢，它其实已经超过5000次了，并且当年您已经是因为这件事情选择了退学，这已经是属于情节严重了。那我们认为提起刑事自诉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可是，这不太好吧？为了这么点小事就告人家，把人家送到监狱里去，这有什么不好的？事发多年，直到现在，他们对您一点抱歉的意思都没有。肖女士，受害者呢是您，主张权利的权利也在您。是否让这些曾经霸凌过您的人受到法律上的惩罚，也是需要您自己去考虑的。我们作为律师呢，是不可以挑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替您做任何的决定。那个罗律师啊，楠楠觉得为这件事让对方付出太大的代价，有点过意不去，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该想的办法，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已经都试过。我再考虑一下，行吗？也行。好，要不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行。是不是又那个人打过来的？就是那个方仁美，你们找过他之后啊，他不知道从哪得到楠楠的联系方式，打过2回了啊。好像因为家长找他的原因，学校正在研究对他的处分，所以他就把气撒到楠楠身上了。哎，是他打过来的吗？你先不要挂了，你这样，你打开免提，然后摁那个录音。喂，好女，你们这些人怎么就那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搞的鬼吧？撺掇着我的学生家长的教委去告我。现在好了，学校要处分我，要开除我。你的那个律师呢？叫他滚出来！好女，你咋就这么贱呢？你打小就吃得好穿得好，不过是和你开几句玩笑，你还矫情开了。你这种贱人就欠收拾。我问一下，如果起诉的话，起诉谁啊？我们这边的建议是起诉刘建明，因为这个好女语录大全是他整理捏造出来的，并且是由他第一个发到网上的，所以他算是这整个事件的为首者。那能不能再找他一次，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态度。只要他愿意道歉，我愿意接受；如果他还是不愿意道歉的话，我选择起诉。好吧，我们可以再试一次，但是我认为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肖女士，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刘先生，我们这次专程来是想当面告知您一件事情，您必须在10天之内出具对肖楠楠女士的道歉书，并张贴在您当年同学群和贴吧里，不然肖楠楠女士将会对您提出刑事自诉，一旦罪名成立，您将会面临刑事处罚。哼，他告我啥呀？肖楠楠女士将会以诽谤罪对您提出刑事自诉。
就那点事儿，够得上刑事？那就要看法院怎么认定了。刘先生，我们已经尽到告知的义务了，您好自为之。哎，罗律师，罗律师，罗律师，别走啊！你看看，因为这点小事，罗律师亲自跑2趟了。这也到饭点了，我请2位吃个饭。不用了，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您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你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好好考虑考虑。但是你们要求我贴到贴吧和同学群里，这事儿吧，你容我再想想。毕竟我也是有家有孩子的人，得考虑到影响。要不这样，15天以后给你答复，行吧？抱歉，我们已经给您10天的时间了。10天之后，如果还收不到您的道歉信，咱们就法庭上见了。哎，罗律师，你老板啊，手机贴个膜。临时有点事儿啊，你找别人家贴吧啊。嘿，有钱不赚，傻子。哎，表姑父，是我建明啊，好久不见，挺想你的。我正好有点小事，去趟京北，过去看看你。姑父，姑父，姑父，嘿嘿，忙着呢。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你稍微等一下啊。哎，来，哎，小田，来一下。哎呀，建明，你这么客气干什么？我妈自己养的，可好吃了。来，把这2只鸡放到卫生间去。是吧？我把它放那公司楼下楼角上了。那不行，让别人拿走了怎么办？花多少钱买不着的。建明，你坐。哎，小田。小田，你这是在干嘛呀？你爸这都摸市场，你没活干了你。哎，建明。你妈怎么样啊？我妈挺好的。哎呀，那就好。你妈年轻的时候又漂亮又能干，这几年为你们家操持的，建明你可得孝顺你妈啊！姑父您说的对，您放心，我呀对我妈挺好的。那就好，来，喝口水。姑父，这次来呀，想求您帮个忙。姑父，您看就这么点事儿，他那门律师纠缠没完了，还要和我打官司。您说这欠我这到不到？要到吧，咱这地方小，大家都知道，我这脸上挂不住啊。要是不到，真要打官司，我打输了，我也赔不起呀。对方律师是罗英子跟夏叔是吧？名片上就是他俩。不能当。那万一打输了怎么办？输啊？你姑父这儿就没有输这个字儿。我告诉你啊，你要找到别人可能输，找到你姑父那就没有输的道理。这2个丫头片子，别人不了解，我还能不了解吗？放心，这事儿就交给你姑父。好，我就知道我姑父有办法。但是呢，咱们公是公，私是私啊。咱俩虽然是亲戚，但是律所有律所的规矩。一会儿呢，我把我那个助理叫进来，你跟他去签一个代理协议。律师费这块你放心，我会让他们给你优惠的。优惠啊？优惠，我姑父不能坑我。当然了。进。徐老师，我回来了。罗律师，不是让你晚回来1天吗？别把身体累垮了。没事儿，徐老师，我这人铁打的。对了，我跟邱律师把后面的账也捋了一遍，有几个地方想跟您汇报汇报。坐。好。不好意思。
去接吧。哦，不好意思，徐老师，很快。鲁律师啊，一会儿就写不住。徐律师，要不我先说？不用，等他回来吧。他委托给您了，不是他怎么找到您的呀？啊，你们是亲戚啊？远亲？哦，行，那这世界还真挺小的。我们其实已经找了他好几趟了，但是他都拒绝道歉。那您说事情到这一步了，还怎么往下谈呀？我当事人呢，现在是已经对他提起刑事自诉了。那有什么话咱们就法庭上说吧。英子，你还是太年轻，还是不了解咱们这个社会。咱们中国人哪有那么多官司要打呀？打官司那是要伤和气的。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谈，消除一下误会，既解决了问题，又节省了诉讼资源，你说对不对呀？这个我说了也不算是吧？这样吧，我问问我当事人吧，咱就先这样，好吧？哎，好，再见。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方打算谈判，为什么会找老韩呢？你猜这老韩和刘建明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啊？俩人是远亲啊！你就说这一家子都什么基因呢？劣质基因。那老韩应该是他们家最劣质的基因。那明天你跟夏叔可得提防点。你必须给提防，因为对手是老韩，劣质老韩。律师来了。哎呦，这位就是肖小姐吧？长得真漂亮。哎，你好，你好。韩律师，刘建明呢？不是约好了今天一起谈判吗？他今天没来。哎呀，建明跟肖小姐不能比啊！他那个小店一天不开张，一天全家就没饭吃。他已经全权委托给我了。那请坐，请坐。你倒点水，倒点水。来，请坐。韩律师，咱们这边聊。夏叔，这英子、夏叔，你们这一走就不大来了。这个梁城所毕竟还是你们的娘家嘛。韩律师，今天约好了一起来谈判，但是事主不在，是不是有点缺乏诚意了？哪能啊，他是被吓坏了。小地方的人没打过官司啊。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不打官司，你让他干什么都行。那就简单了。要是不想打官司很容易，我方的诉求也简单明了，希望刘建明删除一切曾在网络上发表过对肖楠楠女士的污蔑不实之词，并且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当中对肖楠楠女士承认错误，公开的正式道歉。肖女士，是这个诉求对吧？对。至于吗？啊，那些言论我也看了，那当年你们双方才多大年纪啊？哎，就是小孩子之间的玩笑，至于这么认真吗？韩律师，韩主任，你就这个态度，那我们就不要谈了。哎，你看你又着急了，是吧？以前你就是个急脾气，你看你现在自己干了还这么着急。我跟你说啊，当律师一定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坑的就是当事人。韩主任，你这些话在我当事人面前说，又是几个意思呢？哎呀，对不住，我这忘了，过去当你师傅，以为现在还是你师傅呢，一时间没想起来，你的翅膀早就硬了。哎，肖小姐，建明呢？他对当年那件事对你造成的伤害，很抱歉，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咱们有必要再把它翻出来吗？我方的意思是，咱们双方共同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做一对好朋友。不道歉还想当朋友，您想的挺美啊。韩律师，这是你方最后的态度吗？如果是，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不，你看你又急了，我说什么了？哎，
我方的态度还是非常诚恳的，我方希望双方通过协商，共同达成一致和谅解。肖小姐，一看您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家境良好的好姑娘，但是建明不一样啊，他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没考上大学，就开了那么一个所谓的手机店，那也就是给手机贴膜的。他的生活，这么跟你说吧，不至于说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2天不开张，他们的生活就没着落。您的事儿一出，把他真的吓坏了。在那个县城里，他要是因为这件事儿被告上了法庭，甭说是他了，他的孩子都没法见人。谁还没年轻过，还没犯过错误呀？您的这个事儿，他非常的后悔，他多次的恳请我跟您好好说说。他知道您是个大度的人，一定不会把他逼上绝路。绝路？韩律师，您自己刚才也说过了，就在那样一个小县城里，随便几句话就可以闹得沸沸扬扬。那您的当事人的孩子见不了人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当事人当年也是个孩子，长达几年的霸凌，他就可以在那小县城里面安安稳稳地度过自己的日子，他就能见得了人。现在让你们认个错，还逼上绝路了。我们可以谅解，但是谅解的前提是必须要公开正式的道歉。这件事我没有得到授权，我现在不能答应，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没有问题。那建明吧，这个要面子的人，我必须回去得跟他好好谈谈。这样吧，肖小姐，我明天就得出差，我手头还有一个案子要紧急处理一下，你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把那个案子处理完了，我一回来我就回老家，我得找建明好好谈谈，我一定争取让他同意道歉。伤害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那就是犯罪，你觉得呢，英子？我觉得呀，其实就传达一个意思，没有必要专程跑一趟，打一个电话就行。不是，肖小姐的要求我怎么能敷衍呢？再说了，我跟她也是签订了正式的委托协议的，这随随便便打个电话，那也太不认真了，是不是？好吧，那您需要多久时间呢？这就取个证，1周左右。韩主任，您回避一下，我跟我的当事人聊一下。好，好，好，你们聊。你是怎么想的？1周的时间，你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你自己决定。可以。确定。韩律师。哎，我们这边可以等1周的时间，但是你也必须跟刘建明说清楚了。如果真的不想闹到法庭上，道歉是唯一的出路。毕竟他伤害了肖楠楠这么多年，道歉也是我方最低的诉求，好吗？好说，好说，好说。那不打扰你了，我们先走了。哎，好好，来，我给你们开门，开门。来。1周的时间。1周。肖女士，那咱们就再给他1周的时间。你放心，我们会随时盯着他们的。1周过去以后，不论是谈判还是上法庭，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坚定自己的立场。夏叔，你先送肖女士回去吧，我这边还有点公事要处理。好，没事，我们先走。是吧？那什么时候吃饭啊？就知道吃，你好好复习吧。你失恋了，你饭也得吃啊。我失什么恋了我谁也不恋，我就恋我自己。孟瑞，罗律师来了。陈律师好呀，陈律师，忙什么呢？陈律师，忙子啊，
罗律师进，您坐。方瑞，你那姑姑是亲姑姑吗？怎么把你介绍给她了？师傅这不挺好的吗？对啊，你师傅挺好的。送份资料去，慢慢聊。陈无良，你这怎么办着案子，这人就办跑了呀？还玩消失了？你有能力就行了呗，你在不用其他人。哎，你知道吗？刘建明把案子委托给老韩了。哦，那我不出现不就对了吗？这案子现在跟我们所有利益冲突了。阴阳怪气儿，你怎么了？没有，有点累了。哎，我刚才进门就看你脸色不对了，你是不是生病了？没病，离死差远了。嘿，好吧，我今天来就是陪肖楠楠跟老韩来谈判来了。那顺道说，过来看看你。谢谢。不客气。哎，我那天那么说话，态度也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啊。嗨，没事，没往心里去。说陈硕，你没事儿吧？没事吧？没事，你就多喝点水吧，你没事。那我走了。走了啊，再见。再见。哎呀，怎么和他相处啊？注定没缘分。这就走了？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问，什么我也都不想听。师傅，你这什么态度啊？人罗律师明显是过来求和的，哪有你这么谈恋爱的呀？我怎么了？谈恋爱的意义，它不就在于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吗？你只有这番操作，你才有意义嘛？你谈恋爱就这番操作，方瑞啊，在谈恋爱方面，在我看来你就是一青铜，你跟谁俩呢？在这儿？师傅，打官司您是我师傅，但是谈恋爱这方面您得听我说两句了。反正我就这么分析，您跟罗律师现在即将要上一波大分，沉住气。上大分了，算了，不想太累了。哎呀，还是赚钱好。你瞅瞅，说赚钱，钱就来了。喂，李法官。啊，真的啊，这么快？谢谢您啊，谢谢。然后我挂了。说钱到钱就到了啊！不是这什么钱啊？第一笔执行款2000万到账。啊，到账了！哎呦，法院这回这么给力吗？2000万！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哎，再见，再见。我见一下方律师。方律师在里面，里面请。谢谢。方律师，这2000万已经到账了，不过呢，这只是第一笔执行款。已经很顺利了，陈硕，多亏了你呀。忙着呢，那我等会儿我有事吗，老韩？那进来吧，有事儿说事儿，来。进来吧，韩律师。陈律师也在。那个，我什么事儿？我给领导报喜来了。哟，韩律师还有喜可报啊？什么喜事儿？
明山的首笔执行款到了，足有2000万呐！可以，韩律师啊，消息很灵通嘛。那当然。这个呀，人家陈律师啊，刚刚已经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早你一步了，都知道了。我这消息渠道也就一般般，是吧？韩律师啊，在法院的时候，我留的是我的联系方式。这消息呢，也是刚刚林法官告诉我。您的消息从哪儿来的呀？我这个，方律师，这我就得跟你念叨念叨。为了明山这个案子，我不说肝脑涂地吧，我也是殚精竭虑啊。明山这案子，陈律师主打，但我也是从合同阶段就一直把关，我动用了那么多眼线盯着，我就怕他们有猫腻啊。这不，钱一到账，我第一时间知道，我就第一时间找领导汇报来了，是吧？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你说啊。嘿，我光顾着汇报了。方律师，是这样啊，为了这个案子，我把积攒多年的人脉关系全动用了，才给我20%，我全赔里面了，不够血亏呀。哎，老韩，你知道明海集团为什么突然乖乖的把这个执行款打过来吗？我们官司打赢了呀，这次那法院执行的特别给力。不完全是吧？还有人家陈硕的功劳吧？陈律师说说。哎呀，不说了，我做那点事儿，不说呗，不值一提，不说。哎呀，说，你让说的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呢也动用了一些资源，了解到明海下边呢实际上是有一块地的，没有被封，我就赶快把这消息提供给法院了，法院就要强制拍卖这块地，那明海没办法，那就还钱呗，就这么简单。说了好像邀功一样吧，是不是？不，还是陈律师有能耐，哪里去？陈硕，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赶紧去找到明山集团，把咱们该提的钱呀赶紧提出来。因为这个时候我怕出岔子。我知道，我盯着嘛，我去盯着。我跟孙文山约好了。现在这些钱还在公管账户上，对吧？对，没有咱们同意的话，他们取不出去的。那你和他们好好说说，严格履行协议啊。有什么事儿，我觉得及时的跟所里打招呼呗。您就放心吧，方律师啊，我去殚精竭虑了。哎呀，格局，韩律师啊，格局，辛苦啊！不辛苦，不就一块地吗？你看你嘚瑟的，那也得先找着地才能嘚瑟呀。哎，老韩呀，我觉得你身为一个男人，你现在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说话酸溜溜的，你真的太没劲了。有吗？你看人家陈硕，你再看看你。你现在也清楚啊，明山集团现在只拿到了第一笔的执行款，在全部债务清偿之前，你那20%不可能全部拿到。你不是布了很多眼线吗？赶紧的工作去，了解清楚明海集团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这是最重要的，大哥。他不找块地吗？我就弄一块楼去。还一块楼，一栋楼。哭了。先生，您客人到了。哎呀，王律师，谢谢您了。韩律师，咱们是怎么说的？虽然我没有代理明海，可是到底是我们所的业务。谁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给你一直透露消息，我说律师别干了。天知地知，还有谁知？再说你也没参与这个案子，能给我透露些什么呀？王律师，上一个案子我为你承担的风险可比这回大多了。好吧，你说吧，你还想了解什么？明山和明海下一步的动向。明海被法院一把就执行了2000万，
他下一步没动作吗？啊，他们就那么老老实实等着被法院再执行吗？哪能啊！明海已经不是过去的明海了，现在是市里的支柱产业。据我所知，这2家已经坐在谈判桌前了。这么快？几天前就决定了。明海开始拿大，明山才让法院执行了2000万。明海啊是被打疼了，所以才会乖乖坐在谈判桌前的。哈，这样。这一坐到谈判桌上，明海还会还他多少钱呀？那货物本金加上违约金，那可是有7000多万。我那天听他们说，争取把这个偿还比例控制在50%，但他们觉得明山应该不会同意，争取能压到70%。70，就是货款本金他们还了，但是违约金就算了。估计是这么算的。啊，就这样啊！哎呀，行，谢谢了啊！来喝茶。韩律师，我觉得当时你们跟明山签的这个协议真是太狠了，一个案子代理费要了上千万，哪家企业能愿意啊？雨怎么迷上了眼睛？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他不曾提起，雨飘飘荡荡，不着痕迹，轻语之间，它来去不渝。我习以为常的宁静，是看不见的云给我隐蔽。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挣脱着风和雨晴和阴的诉说，在明暗间一点微光会让它穿透那一片爱情的口中的云朵，微笑那人世间的苦涩与过错，它懂我所有的笨拙和执着，在我们的天空